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冉。上次讲到光源与阴影的关系，我们这次来讲影子。只要有光，就会有影子。所以，如同阴影一样，影子的存在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尤其是空间关系。影子基本上就是当光被一个物件遮挡时，物件被光的轮廓投射在其他的表面上所形成的图形。基于这个定义，我们来看看影子的形状是如何形成的。这边是坐落在地面上的长方形以及柱状形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知道光源来自的方向。这里呢，我们以太阳为例子，所以光线几乎都是平行的，不是放射性的。当我们将光源的方向线经过物件抵达地面时，就等于将物件的背光的形状投射到地面上。我们再将形状的重点投射到地面上，然后连贯起来，这样就可以找到影子的形状了。那球形呢？以一样的方式，我们将光源的方向线往球和地面投射。球形的背光面会是圆形的，因为球的平面是圆形，无论角度。这个圆形的角度会是光源方向的90度，中心点就会是球形的中心点。这样我们知道光线会经过圆形4个重要的点，再将这4个点投射到地面上，然后以这4个点为依据画出椭圆形，这样就是球形的影子了。不过因为球形在地面上，而光线的方向是偏由上而下，因此呢，在侧面来看，球形的前方也会有影子。那如果球形是漂浮在空中的呢？我们以一样的方式来进行投射，找到重要的4个点，再画出椭圆形。这样会发现影子跟球形是脱离的，呈现球形漂浮的状态。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找到更复杂的影子的形状。那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影子呢？刚才是我们以类似太阳的平行光为例，但有很多人造光源都是扩散的光源，也就是说，所投射出来的光线方向是不平行的，而从光源为中心投射出来。这样的话，光源与物件的距离就会影响影子的大小。光源离物件越近，影子的面积就会越大；光源越远，影子就会越小。另外，光源方向与投射面的角度也会影响影子的长度。与地面的角度越小，影子就会越长。相反的，角度越大，影子就会越短。我们来看看影子的形态。主要的形态呢，有分2种：聚焦跟散焦的。聚焦的影子在视觉上会比较强烈，是直射光源所形成的，如太阳以及其他的人造光源，有利于空间的表达。这个部分我待会呢会再做解说。散焦的影子呈现柔和的形态，虽然在空间的表达上比较不明显，但有利于凸显产品或物件本身，而不会抢走该是产品的注视，也是我们常见的电脑渲染图的风格。而散焦的影子是透过外加光照的光源所形成的，光照让光源失焦，形成柔和的影子。而阴天的云也扮演着光照的功能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摄影棚里面拍摄，可以在阴天的时候在户外拍摄，自己搭背景，一样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。那影子是如何的重要呢？影子可以强化我们对物件造型的感官。这边呢是一个在弯曲表面凸出来的柱子，只在有阴影的状态之下，表面的曲度很含糊。但我们可以加上影子，让影子投射在表面上，形成造型剖面线的功能，清楚地表达曲面的弯度。而如果曲面上有任何造型变化，也可以透过影子的投射来表达。而将影子延续出来呢，
这个物件就会从漂浮的状态变成是坐落在地面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呢，影子除了表达了造型的变化、空间的状态，也形成了物件相对比例的参考。如果一个物件没有影子，它看起来呢会没有重量，但加上了影子，除了重量，我们也给它了空间。一个物件在一个空间里面，其实就形成了情境，也就是工业设计师真正在设计的。没有影子就没有环境，也就没有情境。虽然影子呢是非常简单、基础，甚至看似微不足道的，但影子的应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。希望影片的内容可以给各位一些收获，我们下次见。